OK， 不，回去。小伙伴们看，我们遇到了3位小伙伴。这位最年轻，20岁，差点成为05后。哈哈，都好年轻啊！嘿，大家伙儿早喽！8月13号星期二，今天稍微有点风，有点逆风，不知道声音怎么样。第2个训练日，现在是5点39，还有小伙伴约那天见到那位先生，在大阪城想在一起跑一往。6点10分，我得赶到喷水池。我其实不知道这儿距离喷水池具体多少公里。今天聊点什么呢？昨天一位观众的评论跟我说，应该和我同岁，去年7月开始跑步，从80多公斤现在减到了60多公斤，能跑半马，每个月跑200多。想在结束而立之年，也就是说在40岁之前吧，完成一次全马。现在是不练想练，练多了呢，又担心会不会练得太猛，影响身体，影响情绪。我之所以想认真聊这个，就是看到了这一句话。我想说的是，就像今天的标题，我想了很久，我觉得42.195公里其实本身就是个巧合，不用太在意。一会儿咱们聊好吗？先说给这位小伙伴听吧。200公里一个月跑了，您要是说从去年7月1年零1个月了，跑全马没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跑步第1年，基本上是1年整的时候完成了我的首马，2015年的北马，4小时29分47，20多公里和30多公里都走过路，很艰难，但是跑下来了，而且基本上是跑下来的。我觉得我的初始条件和我本身的身体条件其实是不好的，就我一直说我其实挺菜的，就是我的身体条件就天赋吧，或者说硬件条件不太行，真的不太行。所以我成绩的天花板才比较低。不像有的大神跑1、2年就230了，是不是？所以您不用担心，而且咱俩初始条件应该差不多。你看您现在60多公斤，130多斤，虽然您比我首马时候年龄大，但是1年没问题了。我跑首马的时候月跑量也就是130。我主要想聊聊，包括我跟其他小伙伴想聊聊这个问题，就是训练，就包括像我现在这样的训练，或者我总跟小伙伴们说，多跑一点，跑长一点，这种对生活、对工作的影响。您要说是没影响吗？肯定不会，肯定有影响。你早上起来跑20多公里，谁能不累呢？对吧？但是这影响就是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呀，对不对？就是你没有这影响，可能有别的影响。总归生活不可能是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一点不累。人都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我有时候也是觉得特烦。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影响不在于这体力劳动，在于组合拳。就是每天如果今天特别累，努力训练，训练完以后也特别累，回家吃饭，吃完饭马上就特抓紧的剪辑、做封面、发布，然后就得上班。我总开玩笑说，你看我每天不到4点凌晨起床，一上午基本上到午饭之前是没有休息的空隙的，除了早饭那一小会儿。你看，从凌晨4点到中午12点，
我的8小时就已经工作完了，到下午就人就懵了，有时候反应确实是会变慢，脑子也会变得不那么灵光。这就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但是我怎么面对它呢？就是其实你总共付出的和总共获得的，还有你总共的劳动都没有减少，只不过它完全平移了。那就看你的工作生活允不允许您到下午的时候有些松懈，允许就 OK 呀，没问题。为什么说42.195本身就是个巧合呢？这有几个含义，我觉得。第一个含义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赋予它的。具体点说，比方说，你说马拉松是多长，那不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嘛？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历史事件。你真就能量那么准吗？肯定不是的，它肯定不是最早的40公里，也不会就是因为，当然最后那个变成42.195是因为方便王室观赛，对吧？这不也就说改就改了吗？那你说，人们就说42.195公里的马拉松，最后2公里最难。但是如果没有这2公里呢？我们这么说，最后的10公里最难，或者最后的多少最难？就像场地赛说，最后600米选手们要开始冲刺了，最后一个弯道要绝杀了。那这些米和弯道不也都是我们定义的吗？所以它都是一个巧合。人的身体不是按照这个定义进化和生长的，只能说可能我们觉得跑400米是什么感觉，跑800米是什么感觉，跑3000、5000、10000，哎，我们定了这些长度，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别太纠结。您今天早晨是跑了20公里还是跑了21公里，其实都是一种仪式感。为什么我从20公里变成21.1公里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看我每月跑20个20公里，我想要是20个半马，是不是就显得更酷一点？因为那时候看那个佳明的加速度那个软件，他每月统计会告诉你这月跑了多少个半马，多少个全马，多少个5公里什么的。我那半马那数老是0，所以就变成了21.1公里。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巧合对我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20到21.1，我就觉得累了好多，这就是人的心态。所以我说，增加单次跑步的距离，好多小伙伴见到我或者跟我反馈，都说这是他们用过的最有效的提升成绩的办法，甚至没有之一。包括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您增加每月的跑量，增加强度课，都不如增加单次跑步的距离。就这个做法对普通人来说是提升成绩的，提升马拉松成绩的特别有用的一个事儿。当然也不容易，真的您可以试试。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心理层面在参与。您想，如果您每天的训练只是8到10公里，哪怕您一天跑2次，对吧？然后呢，1个月跑20天，也就是400公里，25天的话就是500公里，不少了。但是让您跑半马、跑全马，你想，哎呦，我平常跑10公里，半马是21公里，全马是42公里，那您跑到14公里、15公里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慌，有点累，有点怀疑自己？但是呢，您如果每天都跑16到18公里，那这个时候您再去跑半马的比赛，你想吧，你想象一下，你就假设我现在是一个每天跑16公里，或者甚至每天跑18公里的人，我去参加一个21公里的比赛，那不就最后冲一下4嘛，对不对？讲道理吧，就是他给你兜底了，看到了下限。是不是？至于到全马也是，你看我
昨天我一般你们发现没有，差不多这段时间都是第一天会跑24或者25公里，然后就是21公里，然后再减。减的时候呢，加点强度，一般会赶上合练的强度课。说实话啊，我如果每天只跑21公里，面对全马还是会很担心的，因为还有一半呢。所以面对全马，人们都是在赛前备赛的那2-3个月跑30公里。为什么不一直跑呢？因为好多人一直跑做不到，太累了。确实30公里也不是很多人总有这种整块的时间去跑。大部分人跑个30公里不得2个多小时吗？对吧？这都正常。那这时候您就看出来专业的运动员的区别了。专业运动员脱产训练的，而且有专业的恢复，并且身体的基础条件是经历过选材的。他们有的那种说每天平均将近40公里，那他去跑全马的话，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速度游戏，就是看我能维持多快，不会担心说我最后就崩了就不行。当然肯定也有这种崩，就是他可能前面的速度对应这个赛道和天气条件超过了他的能承受的负载才崩。你想，如果咱就像我有时候问我自己，让我想象如果我的月跑量是600公里平均，那我对全马一点都不担心。所以你们看，上个冬天为了备战大阪的马拉松，我有1个月，就是赛前的第2个月，跑了630公里。那时候就是越跑越能跑，越跑越想跑，而且没有现在累。到比赛的时候，其实虽然你们看我那么紧张，但是我很踏实，我觉得我成绩肯定差不了。但是到看去年的2场波士顿和东京，因为刚忙到这边的事儿，再加上我过度求稳，没有去努力练。那上赛场之前我就知道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东京没有冲，没有好好跑，成绩还行，247，因为崩就没有超过我那个负载。波士顿呢想拼一拼，但是其实那个雨什么的没有那么大影响。就是练得不够好，这超过了我那负载，不就跑崩了吗？对不对？所以还是接着最后说一下昨天我说过的话，就是运动员呀，站在起点的时候，其实心里自己比谁都明白，你就观察他的状态和表情，就能知道他这场行不行。42公里真的是，虽然我说它是个巧合，但是确实够长了。没有什么奇迹，都是努力。最后再跟刚才那个小伙伴说，训练就顺其自然。现在您的状态就是需要顺其自然就行。刚跑1年，想多跑就多跑，累了就少跑，把家庭、工作、生活安排好。因为您刚开始训练可能也不太规律，这些都在摸索中，什么时候练，怎么安排，互相都不耽误是最好的。摸索个1-2年，一切就都好了。比赛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支持您参加全马。我是在30岁之前，30岁之前几天还是之后几天我忘了，因为我是9月底生日，完成了我的第1个马拉松。您的这个目标在40岁之前，我觉得很有意义，送自己一个完美的生日礼物。您相信我，不管您跑多快，只要没关门，都是个完美的礼物，好吗？那差不多，现在是5点57，我距离我跟小伙伴约的地方还有1700米，我一会儿折返回去，正好6点10分见面。咱们训练后再聊吧，加油干！哎，
8月13号星期二清晨7点06训练结束，第二个训练日21.6公里，平均5分18，今天跑比较慢，最快也就4分48，没有冲，平均心率136，功率187，爬升72，今天碰到3位小伙伴，对，然后我们特别巧是在我家这条街这儿晚会要结束的时候，后藤先生从后边跑过来，第一次在这边看到后藤先生，然后一起说话。明天早晨又是合练的日子了，今天就不跑太累。你看大阪城这几圈我们跑了3次那个坡，就是76米的爬升，2次那个坡，我自己起跑的时候去大阪马拉松30多公里那个坡又跑了一趟，对，这一趟就70多米爬升。我在北京，我记得我早上起来从故宫跑一大圈就10几米的爬升，如果不跑2环那个下桥的话。行吧，今天相机可能电不多了，今天跟大家聊聊那位小伙伴的问题，就是训练这事儿是这样，如果真的影响到您的生活工作了，我觉得就都是互相的去调整，不是说这件事肯定是错的，那件事肯定是对的，就是慢慢磨合嘛。尤其是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那么刚才我们最后碰见一位先生，也是从撸铁到跑步，也是挺不容易的。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早上是跑团合练的日子，我还不知道课表，咱们明天再见。